我是趙少康，歡迎來到 TBS 趙少康戰情室。在我們現場特別來賓，陳富瓊委員、吳崢發言人、葉元之委員、游淑慧議員、陳琬惠委員。好，那川普跟賴清德到底通話沒有了？哦，顯然還沒有哦。那另外呢，這個大陸跟美國說你要謹慎又謹慎，慎之又慎，處理台灣問題。白宮說在短時間內就會對台灣的軍售做決定，但做決定有很多種決定啦。哦，賣是決定，不賣決定，減量決定，擱置也是一個決定。所以美國要做什麼決定，到現在為止他還沒有結論，還沒出來了哈。那另外呢，外界也關注了，到底川普會打電話給賴清德，但大陸很緊張。大陸國台辦說堅決反對美台官方往來，他們很重視這個官方哈。川普說這個可能會跟賴清德通電話，他這樣說了，記者問了。不過川普會講的，我會跟 everybody。那你到底是跟什麼 everybody？ 跟老沈通電話，跟葉元之通電話，好吧？潘孟安總統府秘書長在立法院答詢說，總統有充分掌握這個資訊，台美之間暢通無阻哦。除了總統以外，其他應該還算暢通無阻了哈。那另外呢，潘孟安說呢，台灣不是問題，我們不是麻煩製造者。你幹嘛每天要去講你不是麻煩製造？包括那個賴清德那個事項也是，我們不是啊，是他是啊，等等，我是和平維護者。當你每天去講我不是的時候，你就是有問題嘛。你沒事講的我不是幹嘛呢？哦，那另外呢，專家說恐怕不是好的訊號了。川普真的打，我覺得就不好了。這樣講好了，對台灣好，表示台美之間有一個管道了。對賴清德、對民進黨不好。川普會講什麼話？你看老沈如果打會講什麼話？那就搞台獨了。你不搞台獨，台海就和平了。那你台海和平買什麼武器啊？連這個都不會講哦，好吧，反正就是不會有好話了。可以講這麼細嗎？川普很難講嘛。川普跟每個人，你看跟那法國總統、跟那個澤倫斯基講話，那個學者說川普恐怕要施壓，不要走台獨路線啊。那另外呢，蔡英文說要讓全世界覺得不能沒有台灣，所以吵吵鬧鬧不是壞事哦。那不能只看別人願不願意賣哦。國家安全不是只是別人願不願意賣，就是除了這個還有其他的，我們看一下。蔡英總統怎麼看川普說台灣 problem？賴總統會給賴總統一些建議嗎？你覺得台灣 problem 用詞不當嗎？曾經跟川普通過電話的前總統蔡英文沒回應，不過赴北醫大學生論壇出席，變動時代與理性與對話。蔡前總統有回應學生提問，解讀現今的國際情勢。台灣要維持一個全世界人都覺得我們不能沒有台灣，台灣人只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千萬不要被別人取代，而且英文叫 indispensable， 就不能沒有台灣了。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2016年春英通話後，北京曾向華府正式提出嚴正交涉，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試圖破壞一個中國的原則，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最終只能是搬起石頭來砸自己的腳。只是相隔10年後，現在是川普自己說會和賴總統通話。中方堅決反對美國同中國台灣地區開展官方往來，堅決反對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這一立場是一貫、明確、堅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實好中美元首會晤重要共識。中共再度喊話審慎處理台灣問題，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錯誤信號。陸委會對此不以為然。中共會不擇手段地阻撓美方對台灣的軍售。台灣並不是所謂區域和平的破壞者啊，中方的一些軍事威嚇的行動才是。那這一點，我們如果有機會通話的話，那當然會清楚地表達。傳來通話還沒登場，已經牽動對岸敏感神經。老沈，我覺得我們第一節討論這個已經有一點太慢了，因為我們等一下第3節就要討論說，其實川普已經把問題解決了啊。那我覺得川普本來講說我會打電話跟治理台灣的那個人通電話，我覺得他是一直嘴快啊，不經大腦啊，隨便說一說。我覺得他後來後悔了。那尤其是北京，他本来以為這個北京不會反應，北京反應了，因為北京很愛面子。這個你跟賴清德通電話是面子問題，但是你跟他通電話是講些什麼，那個是理智問題。
那我原先的判斷是說，面子嘛，忍受一下。如果談話的內容合乎北京的要求的話，那這個理智蓋過這個面子，也許北京可以接受。但是想起來，理智都還沒有決定，他這個面子已經不能接受了。所以美京很在乎說，台灣到底台灣的領導人受到在國際間，尤其是美國受到什麼樣的待遇，他是很在乎的啊。因為那個時候1、2天前，這個川普講的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他就說要跟台灣的治理台灣的人聯絡，所以大家離譜到什麼程度？所有的這個評論的人，有人講說可能是中漢，甚至有人說是古立言，那是很離譜啦。他不談則已，要談的對象一定是賴清德嘛。他怎麼談呢？一定是打電話嘛。那現在川普會以後只有3樣事情是大家在乎的，而且川普要處理的，因為川普口氣好大，我就是要處理台灣問題了。只有3樣事情嘛。你打電話可以處理台獨問題嗎？不可能嘛。你打電話可以處理元首過境外交嗎？那個時間還不到，到時候他決定要可以還是不可以，不需要現在。所以呢，我的判斷就是不談則已，要談就是談軍購了。但是後來我覺得川普回去後悔了。那軍購有什麼好談的？我說不要暫緩，或是照樣繼續賣。他決定就沒事了，為什麼還要通知，還要照會了？應該是照會。我你怎樣講？我覺得那個時候他大概有一點內疚，可能說給賴清德照會一下，也算是一種禮貌。後來他覺得說，我幾時計較過禮貌啊？這不需要的，我要賣就賣，不賣就不賣，少賣就少賣，往後推遲就推遲，我何必這麼講究禮貌？果然，我們第3節會講到這個細節了。所以，我們第1節談到會不會打電話，我告訴大家不會了。這個電話已經不會打了，因為這電話打了，北京會生氣，而且他在電話裡頭可能處理的軍售問題啊，他已經處理了。這個我們第3節會講得很清楚。所以呢，在大家們給歡樂，不可能，這款代誌不可能。不，我覺得是這樣就因為本來美國第一批給你111億美元的發價書嘛，對不对？大家也說第2批是140億，就國會什麼很多部門都知道，也就同意了嘛，就總白宮簽嘛。那美國參眾議院對台灣好的議員是很多的，是，這是長久以來的這個的努力了我自己當台北市議員的時候，外交部請我好多次到外交部，我說我市議員幹嘛去跟美國國會議員助理吃飯？美國我們不是指國家那些國會議員，你的助理就一批一批請來，各種招待，各種參觀，幾十年這樣做，不要說國會議員了當立委的時候就跟國會議員吃嘛，但助理議員的時候就跟國會議員助理吃嘛，所以那個關係很密切，而且他們也關心民主嘛，關心台灣社會問題，所以國會議員對台灣很好，媒體基本上也是對台灣還不錯了所以在這種情況，川普既然已經答應要賣，至少外界說《金融時報》什麼都登，現在不賣了。習近平壓力來，他當然說：“哎呀，我會跟台灣那個人通過電話來交代一下，安撫一下，大概是這樣，要不然就以後再說了，暫時先不要等等所以他當時的確是這樣講，但是後來會有各種因素嘛，他的幕僚可能也跟他講，你這樣會有問題啊，大陸也抗議啊等等反正來，吳崢怎麼看？我想這個民進黨很期待嗎？很期待這個電話。我當然是期待，不，但是期待。因為这個沒有發生過。我要是你，我嚇死了。歷史上面從來沒有發生過。又既期待又怕受傷害。你這樣講確實沒錯。我猜一下，吳崢最近失言頻頻他那一天講國台辦，每次講都是念那部經，我聽得都煩死了。我跟你講，做發言人，黨中央的發言人不能這樣講國台辦當然幾十年都念同一部經大家在鬥誰有耐力。他說煩死了，我要是黨主席我派你去，你不要幹這個位置，我派你去圖瓦盧當大使。好了，來，吳崢來。其實川普總共講過2次了關於電話的事情，一次是在他這個空軍一號專機回美國的時候，飛機上他到後面來跟記者聊天嘛。那第一次他是講 The one who's running Taiwan， 那第2次就是彭博獨家先問到，但第2次就比較具體的，因為記者是問他 Will you call President Lai of Taiwan？ 那所以其實就很明顯點名說你會不會打給台灣的賴清德
總統，而川普後來是說會，他後面接 I'll speak to everybody。所以我在看这個事情這樣，因為包含大家當然很會把川普現在整個動向跟對美國對台灣的軍售這兩事情連在一起看。那同時，美國的海軍部長他在這個美國國會被詢答的時候，他提到說，為了要確保第一個部分事情是大家關心軍售的部分，美國海軍部長說他為了要確保美國的這個史詩之怒行動彈藥供應無虞，所以現在目前先暫時 pause， 他用暫停這個字。好，所以我們第一個是說，還是來看這是美國官方釋出目前為止釋出的訊息，不是取消，那是目前因為彈藥的供應需要先暫時 pause。那第二個事情是說，就像剛剛趙大哥提到的，其實現在美國跟台灣之間的關係也不會只有你說行政部門這一條線，因為在我現在看，包含美國的參議院、眾議院，其實非常多的都已經做聯合聲明了，包含這個參議院的軍委會眾議院的軍委會，然後包含這個眾議院的議長強森，其實都每個人都站出來講，說包含這個事情是國會已經通過的，要求行政部門做更清晰的表態，要求你不可以任意的暫緩等等等等，所以包含說，其實整個當時台灣關係法在美國立法，就是行政部門要確保美國對於台灣的軍售的承諾是一直可以有序的進行下去。那第三個當然講到川普，就大家很關心就是這個電話，那我覺得說，就還是要觀察一下，說川普他是不是刻意又在營造一個不可預測性呢？因為包含說，確實在過去雷根總統的6大保證裡面是說，他行政部門總統不跟中國討論跟台灣的軍售相關事宜。但是川普自己他又承認說，他確實跟習近平在川習會的時候有討論，然後他甚至說6大保證1982年是很久以前了。但一方面呢，他自己也公開宣示了2次，說他要來跟台灣做總統級的一個對話。那這個事情也讓中國跳腳，所以看起來是一些對台灣部分過去不會踩到線，川普現在好像踩上去了；對中國部分一些過去不會踩到線，現在他也踩上去了。所以坦白說，我只能說，按照目前的情勢啊，等於說我們的機會跟風險同時都在放大。那我覺得這部分還要觀察一下。不過這也是等一下我們會講到啊。其實如果大家認為說美國不是100%靠住的話，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之前一直強調，在國防的這個特別條例裡面，自治特別是無人機產業部分也是很重要的。好吧，川普除了講之外，一再強調台灣偷美國的晶片，實在讓人很氣結、很生氣。偷你什麼晶片？你自己不行，什麼叫人家偷你啊？休息一下再回來。好，超微、蘇峰之兩岸都押寶。要說台灣要投資100億美元在 AI 產業，哇，這蠻多錢的哈。那輝達在市北那邊也投資哦。他說大陸 AI 晶片市場讓出來了，讓華為去做了哈。那他說他已經不要抱任何期待，他的這個財測啊都沒有把大陸收入放進來了哈。因為實際上他這個就你就看得出來啊，他本來賣給大陸，他說我已經做了30年了，很多公司有30年的經驗了，大陸也喜歡他的晶片了。川普突然之下令不能賣，說是幫助大陸。這個黃仁勳就跟川普講說，你不賣他，他會發展他自己的。對，如果你賣他，他永遠跟在我們後面，然後我們比他高一點。川普聽不進去，不給他就做不出來了。就跟當時說不給他老共就搞不出原子彈來了，沒有幾年就搞出來了。那個時候我記得什麼前學生他們這些人從美國回去了，把他的筆記都沒收啊，什麼都不准他帶，全部記在腦筋裡面。回到大陸沒幾年就搞出原子彈來了，好，所以老美這就是腦筋很單純的，就是你不賣他就弄不出來了，不賣他也弄出來了，雖然沒有他好，沒有他的 H200好，比他差，效率比他差，但你80分我50分60分我也可以混啊，你用1個我用3個好不好？對不對？我效率比你差一點，他們也在發展，在大陸我聽說取代他的，因為他不去了，在大陸的廠股票漲了15倍，那只有用他的嘛。所以老共也講，你不給我，我現在好了，川普後來說給了，他也不買了，大陸不買了，所以就把輝達也害到了。黃仁勳一定很氣啊，這沒辦法了啊，好吧，這政治有時候干預商業就是這樣子啊。那好吧，這個蘇峰之超微是說呢，半導體跟 AI 進入高速成長期，台灣是技術落地中心所以呢，他也不預期最先進晶片可以銷往中國因為美國也不准他銷往中國，台灣搞不好也不給你銷往中國了哈。那另外呢，這個川普點名說台灣把我們晶片都偷走了所以呢，本來是要通話，說還沒通話就先罵我們了給下馬威了，說美國要奪回至少50%的生意，
Intel 如果不是前幾任總統混蛋，如果是我早就做總統了 ，Intel 现在已经世界晶片都是我美國的生意哦。我去年要求 Intel 給我美國免費10%，他補助他了10%的這個晶片 ，Intel 已經漲價5倍了哦，所以將來50%的晶片生意都拿回美國來了，台積電算什麼哦？那這個行政院的國民黨行政院的發言人是吧？張東涵秘書長說台灣是貢獻世界晶片啊，都講得很軟弱，你知道嗎？真的很軟弱，要強力去反擊嘛哦。然後呢，這個行政院說，哎呀，我們企業長久努力，沒有誰偷誰了，講些什麼鬼話？我沒有偷你，什麼誰偷誰？哦，真的哦。那另外呢，這個民眾黨提案說，外交部應該向美國嚴正抗議哦，講這個話什麼意思？華府智庫也警告說，這樣搞台灣就不信任美國了哦，這一再去講。曹興誠前陣的講話我是不同意，但是我覺得他這次講話也是對的。他說政府跟台積電都嚴重失職，台積電要抗議啊。對，台積電現在有工廠在 Arizona， 台積電不抗，而且台積電的市場主要是在美國，你們都嚴重失職，應該公開澄清。因為最早從這個從在台灣從聯電台積電一路晶片在台灣真是碧綠藍縷啊，辛辛苦苦開始的時候，沒有人要投資，什麼都大家都搞不懂怎麼回事，好不容易把這個產業發展起來，什麼叫偷你的呢？而且事實上開始也不是到我們台灣，開始是到日本啊，哦，後來才到台灣來啊，哦，所以呢，這個我看立委去問哈，那民眾黨立委叫洪宇翔去問，然後呢，卓榮泰怎麼回答呢？說這是國際政治現實。我差點撞牆，什麼國際政治現實？意思是說美國很強啊，我們怎麼只好像小媳婦一樣忍辱吞聲，委屈啊？所以網友說怎麼像小媳婦呢？這是搞什麼東西呢？哦，對內像尖酸刻的惡婆婆，然後對美國就說這是國際現實啊。他說我們偷就說我們偷啊，那怎麼辦呢？到時候說罵你這個，你搞台獨幹什麼？破壞兩岸和平？是啊，我們錯了。然後你幹什麼？為什麼這個關稅哦，不趕快把美國汽車全部開放，讓美國車子去啊？是啊，我們錯了，因為這是國際現實。強硬一點反擊回去嘛？哎，講偷多難聽啊！你如果講老美說你是一個 thief， 你是一個不誠實是騙子，老美奇恥大辱，他能夠這樣講台灣，說偷講了好幾次，你就這樣忍氣吞聲啊？算什麼東西啊？看一下。親切打招呼，穿着紫色外套的超委執行長蘇姿豐這次訪台首度受訪。It's always great to be in Taiwan. It's such a wonderful time to meet with our customers and our partners and our suppliers. Oh, I met him yesterday already. TSMC is a great partner for us. 攤開這次訪台行程，蘇姿豐週三下午搭機來台，下機後先拜會台積電董事長魏哲家，週四則和供應鏈業者在飯店召開整天閉門會議，包括宏基董事長陳俊盛、微盈董事長洪令寧、廣達副董事長梁次正都是座上賓。中午上午則會出席 AI 高峰對談。Very happy to be able to announce our investment of over $10 billion. We could not possibly grow and be successful with our products without the entire Taiwan ecosystem here with us. 台灣發展晶片超過50年，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時就被認可是全球霸主。然而，川普一再說台灣奪走晶片，北京行後，台灣更被推上華府風口浪尖。We'll have close to 50% of the chip business by the time I leave, and right now we have none practically. And we'll have, it was taken by other places. It was taken by Taiwan. I'm not knocking them. I'm saying if they can get away with it. But if you had the right president, that w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Wouldn't have been allowed to have happened. 擱置軍售，一再說台灣偷晶片，台美關係正被川普拿來是需要向北京喊價。這川普這麼胡扯一通哦！如果你們有一個正確的總統，就不會這樣了。聯電、台積電已經在台灣發展了起碼40年以上了。對不對？40年以上了，哦，那你那個時候就當總統啊？你有沒有幹多少？你幹40-50年的總統，不亂講一通。來，元之，對，我覺得我們的政府啊，包括賴總統在內啊，就是對外很軟弱啦，但是對內就很兇。像罵我們在野黨啊，就很會罵。但是美國川普講這種話，他都沒有感覺。
那連曹興誠都看不下去，我真的沒有想到有一天我觀點會跟曹興誠一樣。曹興誠是說政府是失職失能，而且曹興誠把那一段國民黨政府去發展台積電過程都講得非常清楚。當時是政府呢透過工研院編了大概350萬美金去取得 RCA 的技術轉移跟技術授權，所以這個是合法的取得授權。但是我們當時取得技術其實是比較落後技術，是7微米。然後後來政府又編了一大筆錢，就創造了晶圓廠，然後自己去發展3微米的技術，就這樣一步一步，然後還送年輕的工程師去美國受訓，然後工研院後來把年輕工程師以及蓋的那個晶圓廠示範廠去轉移給台積電，然後才慢慢從微米到奈米到未來的埃米，這是台灣人的努力呀！什麼時候變成偷美國的晶片？怎麼用偷呢？這是完全的侮辱我們台灣人的努力啊！那政府為什麼完全都沒有吭聲？那好了，那現在因為事情鬧大了啊，就有時候是記者去問他們回應2句，或者是立委在問回應2句，這都不是正式聲明嘛，也不是正式的抗議啊。然後昨天我看行政院發言人呢，他講說他們其實鄭麗君在跟對美談判的時候都有說，川普你不要再講我們偷你的晶片，都有表達。那為什麼川普還是繼續講呢？川普到昨天還是繼續講啊，代表什麼？代表一個政府不然就是說謊，他根本沒說，但是騙大家說他有說。第二個，搞不好講得很軟弱啊，對不對？搞不好就是講的語焉不詳，川普都聽不懂啊。所以你們就是失職失能的。曹興誠講的不是我講的。好，那既然是這樣子，我回到剛剛講的，那如果今天川普真的有打電話給賴清德，那會講什麼呢？我覺得川普他這個在川習會之後，他講到台灣就3件事嘛。第一件事情就是談到軍購，第二個是台獨，第三個就是晶片。那他現在最在乎台灣這3件事情，有沒有可能跟賴清德說，不要來搞台獨了，然後跟賴清德講說，晶片再多來一些，因為川普講的啊，他說台灣最好就是晶片都移到美國去比較安全嘛，最好全部都過去嘛。那會不會又跟賴總統講說，晶片不夠了，再來一些？或者是講到軍購，就是說這個我因為要跟中國做生意啊，所以呢你暫時不賣你。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如果賴總統說好是川普你說的對，好你講什麼我們都 OK， 這是國際現實我們都知道，那這樣子就沒有意義，這是很大的羞辱嘛。所以我非常認同陳大豪講的啊，重點不是有沒有通電話，重點是他打來賴總統回應嘛。如果是喪權辱國的回應，那其實我們大家就通通不能接受了。不過我其實我自己的判斷是說，川普也不見得會打這個電話，因為感覺上川普回應記者都是隨便應付一下，因為他講說我會打給他，我會打給任何人，然後就扯到說我跟習近平有一個很好的會談，就扯到習近平幹嘛？可見他心心念念，他還是圍繞着他跟中國大陸的地友，就是他們的交易才是他的重中之重。如果他認為跟賴總統通話會影響到他跟中國大陸交易，他就不會打這個電話。我現在很害怕，真的有這通電話哦。我覺得民進黨最好不要去期待，以為說這是外交大突破。以川普的個性哦，這一通電話絕對不是來跟你有商有量的。這通電話一就是告訴你我的決定，請你就愛忍耐哈。第二，再加碼告訴你我還要什麼哦，你還有什麼沒有給我到位，就這樣而已。所以，當賴總統接到這通電話的時候，我告訴你，你還真不知道要怎麼辦。好，他告訴你說：“我不貝貝啊，你要忍耐。”你能說什麼？好，他告訴你說：“我還要什麼？”那你要不要給？你敢跟川普說：“你要求太過分哦，我要回去想一想。”你也不敢。所以，我覺得現階段沒有這通電話，反而是好事啊。川普說啊。已經說了不知道 N 次，台灣偷了美國的晶片。要知道台灣以前的名稱叫什麼？代工之島。哈，為什麼代工？他不做的給我們做嘛。他覺得美國覺得他要賺更高階的錢，更毛利更高的錢，所以把那種毛三毛四的電子代工，各方面的電子代工交給台灣，所以台灣才會有一個完整的代工產業鏈，所以我們才會被稱為代工之島。然後今天川普假狼告搞到什麼地步？我們幫你代工啊，你理所當然就是要給我們薪水，要給我們錢嘛，對不對？結果又把這個錢算到貿易順差，又要罵說台灣賺我們太多錢。這個就像是有人到你家來服務，你的勞工來你家來你公司幫你做牛做馬，拿了你的薪水，然後你還要反過來罵勞工說你賺了我太多錢，不行，你要還回來我一點。
現在川普就這樣，台灣過去對美的貿易順差有多大部分都是從這個電子產業來的貿易順差，可是都是在幫你做代工。台積電就叫做晶圓代工，是美國像高通啊這些 IC 設計公司，它設計好它要的晶圓，然後交給了台積電，把它做成晶圓片，所以這叫偷嗎？所以我覺得真的，民進黨要適當的跟川普說 no， 跟適當的跟川普說不是這樣的。而且事實上，你仔細看哦，台積電做些晶片賣給美國苹果這些公司，那些公司賺的钱比台積電多啊。當然，你只是一个零件给人家赚多少錢呢？需要再回來。所以他才。